亲手挖走自己的虫瞳送给妹妹，只为了让她能够活下去。可她长大后却联合顶尖强者，将我封印在轮回印中，准备将我炼化到生死斗消。好在临死之际，轮回印将我一生的记忆提炼了出来。儿子，你娘快生了，你想要弟弟还是妹妹？我想要个妹妹，名字都取好了，就叫宁冰。他们就是我的父亲与母亲吗？明明上午都还好好的，怎么会突然变成这样？快走，小心阎罗殿。我必须要活下去。爹爹，娘亲，你们的大仇可以得报了！这个赔钱货，扔在这里，让他自生自灭吧！快走，快走，晦气死了！这么可爱的女婴，她的父母为什么要将她抛弃？妈妈，以后我要是有了妹妹，妹妹哭闹该怎么办？吃饱就不哭了。可这荒郊野外的，哪里有奶水啊？如果女婴是我的话，那我就是欠了天帝的救命之恩。村长，我昨天在山里捡到一名女婴，这不是小刚他们家的孩子吗？我这就通知他们。我的娃娃呀！等一下，昨天晚上不是你们亲手把这个孩子扔掉的吗？胡说八道！她可是我们的亲生女儿。就是，你见过哪个父母会扔掉亲生女儿的？这丫头动不动就哭，老子还要睡觉呢。反正那小子走了，不如再扔一次。万一又被那些多管闲事的送回来怎么办？要不我们把她卖了，可以卖给其他村里的人当个童养媳。你们也配为人父母吗？哼，她是我生的，要怎么处理，老子说了算。你不是想卖了她吗？好，我买。你买？你一个小屁孩有钱吗？等我一会儿。这头白虎给你们，够不够？够了，够了！拿走吧，这个赔钱货以后就是你的童养媳了，怎么使唤都随你。从今往后，我们相依为命，绝不分开。以后，你就叫白凝冰。原来凝冰女帝竟是天帝这样救下的，虽然不是亲妹妹，但这恩情怕是胜过亲人了。他对我有救命之恩，等此间事了，我会闭死关，从此再不踏入世间一步。你那儿有吃的吗？没有。他饿了。喂奶可以，但你得拿东西来换。孩子，听叔一句劝，把这累赘扔了吧，你养不活她的。她是我妹妹，只要我有一口吃的，就绝不饿着她。无论如何，我都不会留下她。姐姐，不对，是哥哥。我哥哥。这天帝幼年时对女帝真是没话说，简直是当童养媳在养啊！最初的时候，我真的算是他的童养媳吗？可是叶枫，为什么后来你就变了？宁冰，躲在树后，不要出声，有危险。
生骨，奇书上说，得此骨者，可为人族至尊。啊，没错，当年救我的人正是他。肯定是宁冰女帝心性纯良，她当时没动手挖骨，直指了她的贪眼。蝈蝈，至尊骨是什么东东啊？是很厉害的骨头，有了它，就能成为世间最强的至尊。那把它挖出来给蝈蝈，你来当大至尊好不好？童言无忌，童言无忌。妹妹，我们不能这样做。别人的东西再好，终究是别人的。重瞳已是无敌路，何须再借他人骨？别人的东西终究是别人的。叶枫，既然你懂这个道理，后来为什么要夺走我的重瞳？我从不欠人情。你要什么？你是修行者吗？能不能教我修炼？我想保护妹妹。已经晚了，修行需从小开始。你错过了最佳时机。这是一部最基础的功法，能练成什么样就看你的命了。竟然这么短的时间内突破炼气境，这家伙是怪物吗？大哥，当初的你明明拥有一身仙骨，难道仅仅因为一根至尊骨就真的让你变了吗？宁冰，跟着哥哥做。虽然我不想让小宁冰参与到复仇中，但修炼好处多多，我想让妹妹一直陪着我。大家好好看吧，宁冰女帝的修炼速度肯定也会一日千里。哥哥，这个好难呀！哥哥，你教教我好不好？宁冰女帝毕竟年纪太小，心智还不全。等有人在一旁指导之后，她的修行速度一定可以赶上天帝的。也有道理。等少年天帝指点过后，女帝应该就能将一切都悟通。宁冰，闭上眼睛，静下心来，跟着我感受空气中的灵气，像呼吸一样，把它们吸进身体里。现在分明已经有人指导了，结果宁冰女帝还是无法感应气海，实在是太不合理。这应该跟孩童时期心智未全有关系，想必再过几天，宁冰女帝就能进入炼气。诸位，现在只有一个解释：宁冰女帝现在还没有觉醒重瞳，天帝是遭遇灭村之后才觉醒了重瞳，觉醒重瞳似乎有些条件。我只记得小时候曾遭遇过一场大劫，等我醒来后，我的重瞳之力就已经觉醒。至于重瞳之力是怎么来的，我一直觉得也是到了一定时机就自己觉醒。半年过去了，妹妹依旧还是无法进入气海修炼。既然妹妹无法修炼，那么我一定要努力变强，这样日才能够好好保护她。仅仅只是一本普通的基础功法，天帝就能修炼到元婴，很难想象给天帝一本好的功法，他在少年时期能修炼到何种地步。哥哥好无聊，我们去城镇那边逛逛好不好？听说那边有很多好玩的。我现在的实力已经可以保护妹妹了。好，哥哥最好了。这里真好玩，这里人好多呀！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人。哇，哥哥，那是什么？是其他人经常说的戏曲吗？妹妹，这个我不懂。没关系，反正哥哥是最厉害的，谁都有不懂的事啊。我隐约记得，我的那场大劫似乎就来自这里。没想到这么普通的城镇中，竟然能够出现这么有灵气的小丫头。哥哥救我！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小宁冰不仅没开启重瞳之力，更是在幼年期就死去了。这怎么可能？我隐约记得自己遭遇过一场大劫，醒来后就有了一种重生感。
妹妹，你要吗？来，给你。妹妹，你怎么样了？快回答我呀！你还我妹妹！还我妹妹！竟然是剑意！法相天地，怎么可能？我和这个元婴少年差了2大境界，结果却被对方压制了。不知战胜这名白眉修士后会发生什么？迎宾女帝大人还记得吗？我年幼时曾遭遇过一场大劫，很多细节都记不清了，只记得醒来后就见到了自己的师父。之后我拜入师门，才有了如今的成就。这少年似乎是在保护那个小女娃，不过这小女娃已经没了声息，他这么做至于吗？她是我妹妹，只要我有一口吃的，就绝不饿着她。我非常希望画面中的小宁兵就是我，但又不希望是我。如果真的是我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被自己背刺，几天后将要被炼化的天地哥哥。小娃娃，你完了！都这时候了，还护着一个没用的废物女娃，怎么会有这么傻的人？你的重瞳老夫就收走了！不许你这么说！不许你这么说！我妹妹死也要拉你下地狱！天帝疯了，他竟然要自爆元婴！这一炸之后，他将终生无法再入元婴之境。天帝少年时期就掌握了毁灭无光，实在太强了。天帝这只重瞳，右眼只有毁灭无光，却没有复苏白光，这代表他日后强挖了宁兵女帝的重瞳，只为夺走宁兵女帝的复苏白光。有些不对，我们有人见过白宁兵使用重瞳，但似乎并不是复苏白光。我从未使用过复苏白光，我的重瞳从来都是毁灭无光之力。此人是整个天玄界的千古罪人，竟出手救下此刻的少年天帝。师父，这名出手的人是宁兵女帝的师父。多谢前辈救我一命。无妨，我今日在别处空间，恰好感应到你切开空间裂痕，想来是你我有缘。还请前辈救救我的妹妹。已死之人，肉体凡胎，与我无用。为何要救？原以为肯定是宁兵女帝的师父救活了小宁兵，但事实却打了脸。原来师尊对我的好，也是因为我的重瞳吗？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好，但天帝对小宁兵这种不求回报的好，又算什么呢？前辈，我对你而言也是个将死之人，为何前辈救了我，却不救我妹妹？你不一样，你对我是有用之人，因为你有重瞳。少年人，你不要误会，我不会取走你的重瞳，相反，我还会将我拥有的一切都赐予你。少年天帝的心智也不过如此，他终究只是为了得到这份力量，变得更强而已。我要是得到这份传承，能救我妹妹吗？不能，因为你妹妹已经死了。莫说是你，哪怕大帝在此，都救不了你妹妹。既然如此，这份力量对我而言也毫无意义。你有重瞳，仅仅这一点就胜过其他了。有重瞳的天赋神通，假以时日就能恢复伤势。如果我妹妹有了重瞳，那她能不能接受合欢宗的传承？如果接受了传承，又能否死而复生？你妹妹没有重瞳，她只是个普通人，丢下她，等你日后强大了，像这样的妹妹，再认上多少个都是无妨。那如果我将重瞳给予妹妹，那她是不是就可以接受传承死而复生了？天帝说了什么？他要把眼睛送给妹妹，然后让小宁兵接受传承死而复生。要知道，这可是重瞳啊，怎么会有人舍得送出去？等等，如果此事成功了的话，那现在的宁兵女帝的重瞳，我的重瞳真的来自于哥哥吗？可是我亲手背刺了哥哥，我以后该怎么面对他？少年人，我佩服你对妹妹的这份呵护之情，但即便你将重瞳移植给她，她仍旧是一个死人，无法接受合欢宗传承。前辈说的没错，死人无法接受传承。可是前辈，你可以先将我妹妹救活，对吗？不错，即便是大帝在此，都救不了你妹妹，但我可以。
连大帝都救不了的人，他竟然能救，这老家伙到底是什么境界？不过我不会救他，你才是合欢宗最合适的传人。不，前辈，不，前辈，你一定会救他，因为接下来他就会拥有重统。不要冲动，即便我召回他的灵魂，他也会是一副活死人的状态。那我妹妹如果接受了传承，是否可以恢复如初？既然如此，这就够了。停手！你可知这代价？重统神通，一统之术，重统神通，一统之术。这种痛，竟比扎西元魔抽干气海还要疼上千倍万倍吗？宁冰女帝不是被强取过神通吗？现在才是第一次体会这种痛苦。我在先前就被天帝打晕，醒来时重统已经没了。哥哥，难道当年你打晕我，只是为了不让我体会这种非人的剧痛？前辈，快救我妹妹！你妹妹这一去不知要多久，等她回来要如何寻你？不必了，我想并活不到那个时候。原来她早已将这当成了此生最后一面。等她归来，若你还在，这印记会带她找到你。多谢前辈。可惜我的职责是寻找传人，宗门资源我无权私用，不然我定拿神丹医治你。我虽不能动用宗门资源，但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帮你一把。如你所见，我早已死去，如今不过是魂体之态。原来师父只是魂体，怪不得。做合欢宗的传承者，你比你妹妹合格太多。若非你将她肉身保存完好，我也无能为力。前辈是他的大恩人，但前辈为何要救我？我现在也是废人一个。我在你身上看到了无限的可能，若能活下来，未来的成就恐怕会超出我的想象。我有预感，未来你妹妹能无碍成长，靠的或许不是合欢宗，而是你。宁冰女帝的师傅看人的眼光准得可怕。宁冰女帝这一路走来，最大的依仗从来不是传承，而是那个无敌于天下的天帝哥哥。欠了这么多，我究竟该怎么还？前辈的大恩，我定会报答。若有我能帮上的事，一定尽心竭力。既如此，我倒有个不情之请，若日后遇到我门中血脉流传，请随手帮上一把。我明白，若遇前辈故人之后，必护他们周全。好，好，时间到了，少年人，你定不会让我失望。少年人，你为他牺牲至此，若换成他，他也会如此待你吗？他会，他一定也会。但我希望他永远不要遭受这样的事。我没这么对你，我居然背叛了你，带着众人拔刀相你！喂，我要救他出来！我早已察觉你想救他。宁冰女帝，天帝作恶多端，不能放出来。他是我哥哥，他或许对不起天下人，但他没有对不起我。我会救他出来陪他隐居，这天地谁爱当谁当。他对不起天下人，我剑神一族被他屠戮的血债又怎么算？你三思啊！你的重瞳就是被他取走的。重瞳本就是他给的，他想取走，理所应当。迎宾妹妹，收手吧，你没有胜算的。必须除掉他。有你精力。没用的，等天地被炼化，一切就结束了。若是元婴和气海尚在，这点风雪何足挂齿？可现在的我，只是个废人。
请问，喂，你醒醒，快醒醒！这个人身上竟然有一丝灵气残留，他是修士。妹妹，爹娘，哥哥，都这种时候了，你心里想的还是我吗？既然临死都挂念家人，肯定不是坏人吧？他疯了，人都冻僵了，不用火烤，反而用血搓，这不是害命吗？你们懂什么？全身冻僵绝不能直接生火，用火烤会导致血管瞬间破裂，必须用血搓复温。原来如此，不愧是女帝大人，见多识广。奇怪，这种手法，这种神情，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个少女如此熟悉？我可是头一次对男子这样，你千万不能死啊！他之前到底经历了什么？这伤势太可怕了。你该不会是一个好勇斗狠的修士吧？我这么费心救你，到时你不会恩将仇报吧？他昏迷前还在念着他的家人，应该不是那种恩将仇报的坏人。没想到你的气海都毁了，以修士而言，算是一个废人啊。就算你想恩将仇报也没办法了吧？不过就算你真的恩将仇报，我也不怕，毕竟再怎么说，我也是剑灵一族的人。什么？少女竟来自于剑灵一族？这么说来，天帝岂不是恩将仇报？看来之前的那种感觉，是因为这名少女是同属于剑灵一族的原因吗？诸位，虽然这名剑灵少女救下了天帝确实可恨，但别忘了，正是少女的举动，才显得天帝才是更可恨的那个。说的没错。这名剑灵少女心地善良，真正可恨的是日后的天帝。我现在还饿着肚子呢。这名剑灵少女的侧脸怎么和剑灵女帝大人如此之像？剑灵女帝大人当初就是在这个时期崛起的吧？哼，你们该不会觉得这名少女就是本帝吧？诸位请看，这分明是个丑女，怎么能与风华绝代的女帝相比较？容貌不重要，这少女既是剑灵一族之人，本帝已感受到了她体内的情况，她与本帝有着最大的不同，这才是最有力的证据。啊，是你醒了？他会不会是坏人？会不会恩将仇报？这里是哪里？是你救了我吗？这里是秉寒城，属于剑灵一族的领地，不过已经算是剑灵一族的弃城之一了。至于是谁救了你，当然是我了。你可不能恩将仇报，听到没有？多谢。你还需要多休息，还是先别活动了。你是谁？为什么要救我？我叫阿雪，是剑灵一族的人。这么可能？这少女不仅侧脸像，甚至就连名字也都和剑灵女帝如此相似。至于为什么要救你，我不想见死不救。听到你昏迷时还在念及你的家人，我觉得你应该不是什么坏人。也或许是因为身为废人的我，难得能看到另一个废人吧，所以才想救你。原来如此，
多谢救命之恩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该说你现在是个废人的。无妨，事实而已。不过你又为什么说自己是个废人呢？我气海干涸，难道这少女也和我一样吗？我们剑圣一族修的是极致的剑道，不知出了多少名震北域的剑道高手呢。不过我和其他人不一样，因为我生来就没有剑心。这阿雪和剑明女帝大人只差一个字，侧脸也非常像。莫非是少女日后通过其他方式获得了剑心？毕竟一开始白凝冰也是没有重瞳的，后来是天帝将自己的重瞳送给他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岂不是……你们该不会以为这阿雪取得剑心后就成了本帝吧？错，这也是本帝之前所说剑灵少女与本帝的最大不同。本帝身负琉璃剑心，乃是最澄澈无瑕的剑心。琉璃剑心是天赋剑心，不可能通过后天开启。尤其剑心和重瞳不一样，是不可以随意移植的。所以这名少女断然不可能是本帝。不错，剑心代表着一个人对剑道的领悟之心，即便得到了另一个人的剑心，也根本无法使用。我对修炼的了解，全都是来自叶逍遥那本最基础的功法，对剑心一无所知。阿雪姑娘，阿雪姑娘，和我说说你们剑灵一族的事吧。好啊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剑灵一族可厉害了。这一切的起源要从盘古开天那时开始讲起，大概就是这些了，再多的我就不能告诉你了。哪怕是这些已经足够了。救命之恩，没齿难忘。阿雪姑娘，你救了我，有没有什么事我能为你做的？还真有一件。何事？我一定全力做到。说简单也简单，说难也难。好好活下去，别死，不要让我今天的一番苦心白费就好。好，我答应阿雪姑娘，一定不会轻易死去。什么叫不会轻易死去？是一定不许死。你这条命是我好不容易救回来的，你这条命是我好不容易救回来的。我不允许的话，你一定不许死，听到没有？好，只要我还有一息尚存，就一定不让自己死去。除此之外，我还可以答应阿雪姑娘一件事。姑娘可有想让我做什么的事吗？你给我好好活着就行了。而且我救过那么多人，要是都让他们去做事，那我还不得累死啊？听起来阿雪姑娘救过的人很多了。当然，我救过许多人呢，有这么多，不对，是有那么多。你这人一口一个阿雪姑娘，自己不嫌别扭吗？你叫我阿雪就好了。你刚才不是说还可以答应我一件事吗？我现在要求你，以后不能再叫我阿雪姑娘，直接叫我阿雪就好。这，好吧，阿雪。没想到对方竟会把承诺用在这么简单的地方。对了，木头，你还没和我说说你的事，你为什么会来到秉寒城啊？阿雪，你有没有听过阎罗殿这个势力？没听过，完全没听过。怎么了？木头，你不是要说你自己的事吗？怎么扯到这个阎罗殿了？你真是一个好哥哥，对你妹妹比亲哥哥还要亲。你妹妹运气真好，有你这样的哥哥，我就没有。啊，阿雪，虽然我不合适做你哥哥，但你不嫌弃的话，我可以做你的好朋友。真的可以吗？那我们就做好朋友，做一辈子的好朋友。别看我丑，如果我的容貌暴露，他一定就不想和我做朋友了吧？哪有？阿雪，你明明很美，你的心灵很美。没想到你还有些油嘴滑舌的。木头，不如我来教你练剑吧，或许你能成为一名剑修，这样你就有机会报仇了。你是不是怕我这个废人教不好你？我现在根基已毁，已经是个废人，这样还能成为剑修吗？我们剑灵一族和传统修士不一样，是不需要感应气海炼气的。即便你根基已毁，但依旧有可能修炼剑灵一族的剑道。这阿雪真是蠢得无可取料，根基已毁，气海干涸，又如何能成为一名剑修？是啊，每个剑修的修行都需要一颗强大无匹的剑心。王腾公子，
这少女不管怎么说也是我剑灵一族的人，还请不要侮辱这名少女纯粹的心。现在少年天帝已成废人，阿雪肯定教不会他。确实如此，除了一种情况，否则天帝再无可能成为一名剑修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天地已经废了，为什么还能挥出剑罡？琉璃剑心，天帝竟然有琉璃剑心！我刚才说的唯一特殊情况便是身负琉璃剑心之人，可琉璃剑心明明是我动有，万古以来都未曾听过第二人拥有。天帝有琉璃剑心，剑部女帝也有。如果在白凝冰身上的事再发生一次，那麻烦就大了。不可能，琉璃剑心无法移植，这种事情绝不可能发生。你真的好厉害，我从小练习都做不到。我一定要努力变强，将来为父母报仇，等待妹妹归来，以及保护今天刚认识的这个女孩。会不会天帝的天资原本就是如此？之前他只是被烂到极点的功法限制，只要给他一部正常的修炼功法，就能疯狂的崛起。逍遥兄，你真的不必再自责。天帝日后的崛起，这个阿雪才是罪魁祸首。即便如此，也是我让天帝踏上了修行之路，我终究还是难辞其咎。为什么听到王腾说阿雪是罪魁祸首，我心里会这么不舒服？木头，你的剑道气息怎么会突然没了？是不是我哪里把你教错了呀？不是，刚才的剑道修为是我自己散去的，并不是你的问题。木头，你这又是为什么呀？放着好好的剑道修为不要。阿雪，我只是觉得这剑灵一族的剑道修行法似乎有些问题。这真是我此生听过最大的笑话。我剑灵族的修剑之法，可是让其他散修都羡慕不来的，到天帝这里居然成了有问题的修炼法。有什么问题？是不是我教的有问题？阿雪，并不是你的问题，而是这剑灵一族的剑道法门本身的问题。阿雪，这套剑道修行法一直强调的是如何让剑修变得强大，如何击败对手。可为什么要变得强大？或者说变强大以后呢？应该是为了不受别人欺负。就像木头，你变强之后也可以继续报仇，不被别人欺负，甚至可以反过来。其实这就是我要说的问题。这修行法只注重修剑，但并没有注重修一名剑修的心。上古时期剑灵一族的修行法和现在不太一样，只强调修剑，不强调修心。现在剑灵一族的修行功法是经过剑灵女帝重新编纂改良过的。因为这样，你就不练了吗？其实先练着也可以的吧。别人的剑道法门终究是别人的，我想尝试感悟一套适合自己的剑道修行法。天帝，这难道是要自创剑道之法？他之前的想法是没错的，在少年时就领悟到了别人的剑道法门终究是别人的，仅凭这一点，他日后的剑道成就就必然不凡。为何天帝身负琉璃剑心，日后却没有用过剑？难道真是阴差阳错没有踏入到剑之路吗？夜深了，你进房间好好休息，我在外面给你守着。木头，给你被子。木头，你这是在削一把木剑吗？难道你想用它做佩剑？木头用木剑还真是很适配，或许没有比木剑更适合你这木头的剑了。我来做吧。好香好香，快给我来一碗。这汤真好喝，有名字吗？这么好喝的汤，没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太可惜了。要不木头，你还是给它取一个名字吧。汤里有白菜和豆腐，以及一些米粒。既然如此，就叫它珍珠翡翠白玉汤吧。这个好，就叫珍珠翡翠白玉汤了。
珍珠翡翠白玉汤，我似乎听生说过这个名字。果然还是人靠衣装，马靠鞍。木头，你穿上这一身显得精神多了。阿雪，那是什么？那是双灵双配，只要2名修士各自注入自己的气息，玉佩就会亮起。若一方遇到危险，另一方就能感知到。阿雪，阿雪，把这对玉佩也买下来吧。木头，这些和修士相关的东西可是很贵的，我很穷的。木头，你买玉佩应该是为了日后送给你妹妹吧？如果不是看在你为了亲人的份上，我才不给你买呢。我本来是打算送给阿雪你的，有了这双灵玉佩，如果阿雪遇到危险，我就能感应到。你日后若遇危险，我定然舍命救你。阿雪，你是除了我爹娘和妹妹之外对我最好的人，你就收下吧。你是我唯一的好朋友，我不想你出事。这种法器除了送给血脉相连的亲人外，便是送给自己的道侣。希望以后永远不要有用到它的一天。原来在他的生命中，竟然还曾存在过这样一个女人。难道帝后心中对天帝还有所留念？自然不会，我与天帝只有深仇，无所留念。诸位，你们听听，这番话从天帝口中说出来，难道不可笑吗？不过有一点，天帝倒是没说错，他屠戮了那么多修士，确实不是用剑杀的。毕竟天帝最终没能成为一名剑修。如果你一直感悟不出自己的剑道怎么办？如果真是那样，那我就继续感悟，直到感悟出自己的剑道为止。如果感悟不出让我的剑不只为杀人的道，那我便终生不用剑。木头，你一直在为旁人考虑，难道就没有为自己考虑过吗？只有手中执剑，方可守护守护之人，守护好想要守护的，我便会由衷的快乐。这样又怎么不是为自己考虑呢？只有手中执剑，方可守护想要守护之人。不知道为何，这番话给我一种难以言喻的熟悉之感。木头，既然想要守护，那肯定就不能比我早死，听到没有？我们可是拉过钩，同生共死的。嘿嘿，没想到你还记得，那我们再来打勾勾。木头，即便我真的死在了你面前，你也不能死，听到没有？毕竟只有你好好活着，才能给我报仇。我绝不允许阿雪死在我之前。之前小宁兵死在我面前的那一幕，我再也不想经历。这守护之剑，我必须要做到。我练剑的目的从来不是为了杀而杀，而是为了保护周围的亲近之人不再受到伤害，以天下之立命，为盛世开太平。天帝这番剑道感悟，让本帝也有些许感悟，这才让灵星剑出窍了而已。不好意思，惊扰了大家。刚才少年天帝的那番话，我隐约觉得在哪里听过，没想到这番话竟是从少年天帝口中说出。难道说……化神！天帝此刻的剑道气息竟然达到了化神境界，一吸便入化神，这怎么可能？诸位，天帝虽然悟出剑道，但很明显无法精准掌控力量，不然为何斩去远处的云海，不斩近处的云海？你的剑道感悟怎么样了？有进展吗？没悟出剑道就没悟出吧，不用急这一时，大不了我努力找到恢复剑心的方法，到时我来保护你。好。
的剑道了，你现在是什么境界？筑基吗？不对，这么厉害，应该至少是金丹吧？如果我没达到合道境的话，那应该就是化神境了。木头，你是不是在取笑我？我哪里取笑你了？你明明都已经化神了，刚才我说要保护你，可你怎么还说好？你分明就是在看我笑话，取笑我不自量力。无论你是否有能力保护我，这都是你对我的承诺，我自然会认可，又怎么会取笑你呢？或许你真有能保护我的那一天呢。哼，谁承诺了？我只是随口一说。现在你剑道大成，我巴不得抱大腿呢。嘿嘿，你继续修炼吧，我回房间了。合道了，天地合道了，天地怕是要渡雷劫了。成功便能进入渡劫境界，不成功便会化为飞灰。诸位，很明显天帝的剑道有瑕疵，他悟出的剑道最多只能修炼到合道巅峰，根本引不来雷劫。难怪天帝日后从未出过一剑。他似乎是在积聚剑势，这就犹如弓弦被拉得越弯，反射之力就越强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渡劫之时难以想象他会迈入怎样的层次。呸！真是个木头。不对呀，少年天帝和阿雪待在这里，明显并无危险，而其他修士也不会轻易踏足这里。为何日后天帝身边没有这么一位？那还用说，肯定是天帝一心想报仇，踏出了这里，而阿雪想跟随，最终连累了阿雪。木头，今天我来给你做早餐吧，不许拒绝我，不然就不拿我当好朋友。快吧！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和我说？木头，我要走了，我要回剑灵一族去。这几天祖族要举办剑道大比，广邀天下剑修，剑灵一族的人务必都要到。这几天也是我的成年赐福之日，所以我是不得不回去的。好，既如此，那阿雪你就回去吧，我陪你一起回去。不用，你又不是剑灵一族的人，不用和我一起回去。既是剑灵一族举办剑道大比，广邀天下剑修，我也是一名剑修，为何不能去？好，那木头你就和我一起回去吧，正好可以观摩一下。又是一个痴傻之人。剑灵一族处于上界，秉寒城有处传送阵，只要通过传送阵，我们就能到剑灵一族。不必，我们御剑飞上去。阿雪，上来吧。那阎罗殿定是上界宗门之一，日后我一定要让那阎罗殿知道，屠杀下界生灵终会面临怎样的代价。木头，你不报名吗？剑道大比，我做个看客就好。此番既是你要回族，我陪你便是。木头，既然你不报名参加剑道大比，不如我带你四处转转吧。哟，这不是我们剑灵一族的废人，竟还有脸回剑灵一族？木头，剑灵一族禁止擂台下动武，千万别冲动。他们要说就说吧，反正这么多年我早就习惯了。这个小白脸背后是木剑吧？就这也配当剑修？真是好笑。那个用木剑的，报上你的名字。叶枫。木头，对不起，因为你才会被他们侮辱。他们刚才那么说你应该生气的，甚至可以出手教训他们，大不了结果我来承担就是。阿雪，你的成年赐福在即，我不想多生事端。阿雪，夜深了，剑灵一族应该给剑修们安排了客房之类的休息处吧？你告诉我在哪里，我自己寻过去，明日再来找你。木头，你没有报名，没有被安排客房。既如此，我去门外你守夜。不如你今晚就先睡我这里吧。既如此，阿雪你就好好睡吧，我绝不向身后看一眼。真是个木头。木头，
你不是说你小时候就喜欢看书吗？这几天你就先在这里看几天书就好了。阿雪，藏书阁应该不是外人能随便进入的吧？每个剑灵一族的人都有查阅书阁的机会，并且每年都会有基础的时限下发，每年可以积攒2个小时。你积攒了多久？18年，也就相当于拥有进入曾经阁36个时辰的时间。我原本想进入曾经阁看有没有觉醒剑心的方法，曾经阁有5层，我这种普通族人只能进入最基础的2层，找到解决剑心的方法的概率微乎其微。这3天用在我身上也是浪费。你不是一直想查阎罗殿是什么实力吗？说不定这里就能查到。诸位，天帝既然不是为了剑道比试的奖励而来，那就肯定是为了进入藏经阁。木头，记住，仅限藏经阁第1、2层，时限36个时辰，快去吧。觉醒剑心或恢复剑心的方法。难道天帝进入藏经阁不是为了查阅阎罗殿的信息，而是为了帮阿雪找到觉醒剑心的方法？如果真是这般的话，倒是我们错怪天帝了。剑灵一族的剑心是出生自带的，最多就是过了婴儿时期自动觉醒，反倒是阿雪这种始终没剑心的，都是一桩喜事。诸位，天帝进入藏经阁这么久都没查询阎罗殿相关的信息，恰恰暴露了他是多么冷血之人。事关他父母和整个村子的血仇，他竟查都不查，真是枉为人子。木头，你查的怎么样？可惜，并未查到能为阿雪觉醒或恢复剑心的方法。我是问你有没有查到阎罗殿的信息？我的剑心早就没了希望，你先查到仇人所在才是最重要的呀！这样一来，岂不是把3日时间都浪费在了我身上？就算查阅，也未必能查到阎罗殿的信息。这股势力似乎有些隐蔽，况且3日光阴也不算白费。至少剑灵一族的藏书还是让我有些感悟，在剑道上多了几分体会。木头，看到没有？那就是我们东剑域的剑主，他很和蔼吧？而且剑主大人很强大。不过我感觉木头你以后肯定会比剑主大人更强的，很强很强那种。3长老，令人取来灵丹，为那位小友疗伤。诸位道友，剑道大比已经结束，冠军乃是剑魄。诸位奖励稍后由本店主亲自授予。多谢剑主奖励，仪式倒是不急。我还有个不情之请，想要和一位道友再比试比试，就是他，叶枫。这位小友并没有报名剑道比试，剑魄来者是客。既然这位小友并未报名，又怎可与其比试？剑主有所不知，这个叶枫可是阿雪的朋友，两人这段时间除了去藏经阁几日外，一直都是同宿同寝的。这位道友都算是半个剑灵一族的人了。破！莫说阿雪和这位小友未必是那种关系，就算真是那种关系，是否比剑还是小友自己的自由。我接受，我接受。这位道友，出剑吧。好，那你们可要看好了。少年天帝怎能展出如此一剑？他此刻还仅仅只是合道境而已呀！要知道，天帝手中还是一把木剑，如果换一把神兵利药，又该是何等的恐怖！你说阿雪是剑灵一族废人，如今你也没了剑心，成了你口中的废人，现在又当如何？天帝在合道境就能展出惊天一剑，并且还是用的一把木剑，为何天帝执掌世间后，却从未有人看他出过一剑？少年天帝至今都还没渡雷劫，如果无法引来雷劫，他的剑道就止步于此，那日后又怎么会用剑？这位小友请留步。这位小友，你击败剑魄，本当是这次比赛的冠军，但小友并未报名剑道比试，名剑和丹药等奖励倒是不能给予小友。无碍，我本身并不是为了奖励而来。不是为了奖励而来，难道是专门为了破剑魄的剑心而来？此次东剑域的冠军还有查阅藏经阁上3层的资格，
剑魄已经无剑心，不如就将此资格给予叶枫小友。可否将这资格赠予阿雪？真是个傻木头。阿雪没有剑心，上3层的藏书根本无法感悟，就算给了阿雪也是浪费。我可以像之前那样替阿雪查阅。既如此，那就多谢剑主了。这本就是小友应得的，若小友不弃，可入剑宗做客卿长老，指点一下剑宗众弟子，我东剑域必定以礼相待。2、3长老传令下去，所有族人都不得擅自打扰叶小友和阿雪，违者废除修为。多谢剑主。剑魄几人的剑心已是无法恢复，他们无法再成为剑修。千万不要对木头发难。剑魄他们的剑心虽然无法恢复，但或许阿雪可以。在阿雪成年典礼之时，我会想办法亲自尝试为阿雪觉醒剑心。多谢剑主。无妨，本剑主也只能全力尝试一番而已，成与不成还要看天意。本店主还要闭关几日，余下之事便让几位长老安排吧。木头，没想到木头还会被这样的把戏骗到。木头，你也太厉害了！我知道你很厉害，但我没想到你竟然这么厉害。阿雪，你有没有觉得你们剑主在离开的时候似乎并不是很高兴？毕竟剑魄的剑心都破了，往年东剑域在比试中就是垫底的，今年估计只能弃权了。这样看怎么都高兴不起来吧？不提这个了，明天你获得曾经阁上3层的资格，你就又有机会查阎罗殿的事情了。剑主大人都说要亲自为我觉醒剑心了，这次肯定能成功，所以你一定要去查你自己的事。好，等阿雪你的成年典礼结束，我就去藏经阁查阎罗殿的事。明早你就去吧，正好我的成年典礼也还有5日，嘿嘿，正好不耽误。等你出来还能参加我的成年典礼，然后我们就可以一起回秉寒城。叶枫道友，剑主大人已经为道友准备了上房，叶枫道友就不必住在这里了。不用了，我今晚还要留在这里，有不得不做的事。多谢剑主的好意。木头要留在我这里，木头要留在我这里，还有不得不做的事，到底会是什么呀？木头，你说今天夜里要留在我房间，不得不做的事到底是什么呀？阿雪，等到夜里你就知道了。能睡开2个人的吧？一定能睡开2个人，吉吉总是能睡开的。阿雪，阿雪这是怎么了？木头，你做了什么？没什么，送了阿雪你一道本源剑意而已。本源剑意，难怪他看起来虚弱了几分。明天我便去藏经阁，我不在的这几天，有这道本源剑意，就算那剑魄重回巅峰，也伤不到你分毫。木头，木头，你怎么这么傻？本源剑意怎么能随意给人？剑魄破了剑心，难免怀恨在心，很可能会冒险对阿雪不利。现在有这道本源剑意在，哪怕剑魄入化神，都伤不到阿雪分毫。木头，你给我这么多，我要怎么去还？我倒是觉得是你给予我更多。时候不早了，早点休息吧。木头，我今晚想抱着你睡。阿雪，这不合适。木头，一直以来我都是孤零零的一个人，我只想有个温暖的怀抱让我依靠，哪怕只有1晚也好，别推开我好不好？好。阿雪，醒醒。阿雪一直以来心中其实都很没安全感。木头，我在你面前好像一点秘密都没有了。木
木头，既然如此，我再告诉你一个秘密吧，而且是只有我自己知道的秘密。怎么可能？为什么和剑齿女帝大人一样？难道这阿雪之后觉醒了琉璃剑心？哼，你们莫要将琉璃剑心当成大白菜。我断定阿雪绝没有琉璃剑心。凭什么她少年时期就有这种绝世女子投怀送抱？真是个傻木头。阿雪，一直以来那都是你的伪装，都是你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，对吗？如果阿雪不这样保护自己，怕是早就成了那位修士的奴隶。是啊，不过现在是只有我们2人知道的秘密了。阿雪，你脸上那道假山疤是怎么弄上去的？当然是画上去的。一开始我想的是能瞒过一些普通修士就好，不过最后发现好像也没人觊觎我的容貌。普通的手段反倒是最好，如果施加幻化咒术，反而会引起大修士的注意。自己这个大美人和他共处一室，自己这个大美人和他共处一室，他居然只关心伤痕，真是个木头。木头，你昨晚睡得还好吗？还好。那要不我们再继续睡会儿好不好？我的意思是像之前那样继续抱着睡会儿，只要再躺一小会儿就好。不好。那等晚上吧，等几日后木头你从藏经阁回来再说。这样的美人，哪怕天天当舔狗我都愿意，酸死我了。阿雪，记得等我回来，我和你一起去你的成年典礼。知道了，成年典礼安排在5日后，刚好你在藏经阁也是5天，时间刚好来得及。还是找不到觉醒剑心的方法。不过这些剑道书籍让我对剑灵一族的了解也越来越广，翻阅了这么多秘典，却始终查不到阎罗殿。现在时间还很充裕，不过5日没见阿雪，心中总是隐隐有些不安。不必多礼，卯时的成年典礼在即，你准备一下便来请山吧。剑主，成年典礼不是定在幼时吗？往年确实如此，不过此次我会联合大长老一起尝试为你觉醒剑心，会耗去许多时间，所以便把成年典礼提前了。可是剑主，我答应了木头，不是，我答应了叶枫，要等他回来的。成年典礼也并非你一人之事，其他弟子现在都已经等候在前山了。况且，如果你提前觉醒了剑心，等叶小友出藏书阁时，直接给他一个惊喜，岂不是更好？偏偏这个时候天帝不在，这剑狂澜怕不是有其他心思吧？诸位，剑狂澜定是个真君子，根本不像天帝一样是个伪君子。诸位且看便是。天帝这是怎么了？莫非是阿雪出了事？可天帝身上的双灵玉佩并没有闪烁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天帝那个人的心思无比缜密，他一定是发现了许多人都难以发现的细节。我看天帝倒也不过如此，不然无敌的天帝现在又怎会被封在轮回境中呢？这次镇压天帝似乎太顺利了，顺利到让人感到有些诡异的不正常。那个人定是发现了什么细节，他有如此反应，阿雪怕是真的出事了。感受不到阿雪的气息，感受不到阿雪的气息，整个族地都没有。诸位，我就说剑狂澜是个真君子。天帝此时打断阿雪的觉醒仪式，还劈坏了大门，剑狂澜都没计较，这才是君子之风。木头，你来这里干嘛？剑主和大长老正在为我觉醒剑心，很快就可以成功了。木头，你也看完藏书了吧？回秉寒城等我吧，等我觉醒了剑心，我自己御剑去找你。阿雪剑心觉醒一事不容打扰，你还是按他所说，稍等片刻吧。阿雪，你心中必然知道，他们并非是为你觉醒剑心，生机的流逝你不可能感受不出来。这个阵法继续下去，你会没命。况且，
就算是让我等，为什么要让我回秉寒城？你只是不想让我有危险，所以才如此说的，对不对？木头，我让你走快！木头，我让你走，快走啊！其实我从来都没有把你当好朋友，你快走啊！数字而赶。木头，快走！这一剑的滋味可足够了。不错，不错，不愧是本剑主欣赏之人。没想到你竟真的发现了。只是本剑主仍旧有些好奇，你是如何发现的？那天我向你表示感谢的时候，你却似并不怎么高兴，因为事关阿雪的事。那时我就开始怀疑，你在对阿雪打着某种主意。天帝最开始先修行剑灵一族的剑道之法，后又主动将其散去的时候，就说过这番话。少年天帝的心思就已经如此缜密，那日后的成年天帝岂不是……我们真的将天帝封印在轮回镜之中了吗？天帝已经被封入轮回镜中，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。待到7日过去了，天帝就会被彻底炼化，生死道消。这般剑心纯粹的少年天帝，日后真的会做那种灭世的魔头之事吗？明明木头早已不修行剑典，竟然还能一次反推出剑狂来有问题。木头他真的好厉害！我没想到阿雪口中那个声名远播的剑灵一族中，东剑域的剑主竟然是一个伪君子。伪君子装了一世便是真君子，而真君子坦荡一生，只要犯了一件错事，便会被视作真小人。谁是君子，谁是小人，又有谁能够说得清？剑主何必要和这个小子说这么多？直接杀了便是。渡劫之下皆蝼蚁，不过区区河道。今日老夫便让你知道什么是大成修士。拿命来！你竟敢偷袭我，那就人我主人！幸亏天帝日后没有再出一剑，不然经历万古之后，天帝的剑道又有谁能挡？刚才剑狂党为什么没有出手相救？是不是有些没想到，我竟是没有相救大长老？大长老潜力早已到了尽点，而我在你身上却看到了无尽的可能性。我有种感觉，终有一日你必能正得大地。只要你入我域下，大长老的位置，我完全可以让你来做。而我的条件只有一个，我要他。剑狂澜竟是用大长老的死在展现他的诚意，连自己的亲信大长老都不管，拉拢少年天帝且不谈，条件竟是只要阿雪。说到底也不过是个好色之徒吧。阿雪身上到底有什么是你所在意的？那我倒是想要问问，阿雪的身上又有什么是你所在意的？难道仅仅是因为她是一名绝色美女？道友，女人只会影响我等剑修拔剑的速度，剑最需要远离的就是感情。生而为骨，怎可有心？难道这阿雪竟然是一块骨头？可这阿雪明显就是活生生的人，难道是？剑帝，你想到了什么？阿雪的真身很可能是一块无暇剑骨，无暇剑骨如琉璃剑心一样稀有，万古难遇。剑帝，那剑圣女帝除了琉璃剑心，可还有无暇剑骨？二者根本不可共存。剑圣女帝大人又怎会身负琉璃剑心的同时，再兼备无暇剑骨？初次遇到阿雪之时，那种感觉和看到叶仙瑶身上的那块至尊骨是差不多。或许我当时真的没有感觉错，难道我仅说了这么一句话，他就能想清楚其中的关系？真不愧是我所看重之人。你可知道阿雪她不是人，而是被蕴养的无暇剑骨。若非阿雪是无暇剑骨，若非本剑主要掩人耳目，
本剑主又岂会格外开恩，让他常年处于秉寒城之中？我竟然不是人，我竟然只是一块骨头。无暇剑骨对你而言有何用？洗涤剑心，重塑天赋。不对，如果剑狂澜真的成功了，应该声名翘起才是。可是我都没听过剑狂澜这个名字。即便真的洗涤剑心，重塑天赋，想登临帝境，哪怕只是准帝，都要付出不知多少努力，经历多少生死搏杀。千年之前，本剑主偶然发现这块无暇剑骨，这是上天怜我天赋平庸，赐给我改变命运的机会。这块无暇剑骨自行吸纳东剑域的剑道真意，被整个东剑域的剑道真意酝酿千年才得以化人。在这块无暇剑骨以人形态成年的这一日，它的价值将会达到最大，将其吞噬便能彻底洗涤剑心，重塑天赋。道友，阿雪虽是无暇剑骨，但对你完全无用，她更是地地道道的废人无疑。你莫不是真要为了这样一个废人与我动手？剑骨化人便绝对是绝世美女，可那又怎样？红粉骷髅尽是红尘，窥不破红尘还修的什么大道？想要女人，剑灵一族的女子尽可让你挑选。若我正得地位，剑灵一族外的女子，我都可以为你抢来。你倘若不愿做大长老，我可以让你和我平起平坐，其他要求我也都可以尽力满足。阿雪如今是个废人，得罪真仙境巅峰的剑狂澜，极不明智。少年天帝似乎真的没有觉得理由了，或许真会如王腾所说，他会将阿雪交出去。既然你真诚相告，那我也告诉你一件事。你可知我持剑的理由为何？手中执剑，方可守护想要守护之人。现在我有些想杀你们。木头，你能听我说几句话吗？其实就算是我被吞噬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我本就属于剑灵一族，为剑灵一族做些贡献也是应该的。剑灵一族和东剑域也算是对我有恩，我被剑主吞噬也算是偿还了这份因果。阿雪竟是要选择主动被剑狂澜吞噬，难道他真的心中痛苦到已经彻底生出死志了？只要阿雪一死，那他就绝对不可能是日后的剑士女帝。道友，你也听到了，既是阿雪自己的意愿，你又何必执迷不悟呢？身为剑骨，他生来的命运就是被吞噬。道友，之前本剑主说过的一切话，许过的一切条件，在此时仍旧有效。阿雪，我问你，你真的不想活下去？当然，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？我该去偿还这份因果。好，既如此，我尊重你的选择。阿雪，你还记得我们两个成为好朋友的那一刻说过的誓言吗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木头，我那是只是随口说着玩的。可是我却当真了。既然说好了，我们便是同生共死，绝不会弃你而去。我们既然已经说好了同生共死，你主动求死的话，是想让我和你一起死了？不可以，木头，你不可以死。我答应过阿雪会好好活着，既然我不会死，阿雪你自然也不能死，是不是？我现在再问你，你真的不想活下去？我想活下去啊！我想和木头你在一起，还想和你一起去好多好多地方。我已经知道阿雪你真正的选择了。木头，是我拖累了你，我终究还是一个无用的废人。谁说阿雪你是个废人？我还要多谢你，又帮我拖了这么久的时间。本剑主倒是想要看看现在的你要怎么破这一切。仅仅如此而已嘛。原来第二剑才是你的真实目的，果然还是有些小瞧了你。只不过你现在又要怎么样呢？镇子诀，天帝这么早就会镇子诀了？不可能！道友有一言确实不错，渡劫之下皆蝼蚁，
本剑主可不是那被你一剑斩灭的大长老。既然渡劫之下奈何不了你，今日我渡劫，雷来！这天道劫雷确实可怕。当初本帝渡劫的时候，引来了百里雷劫，在那时亦是第一次感受到天道意志。这分明是仙人劫的征兆。天帝此时引来的有7至数万里，他还是刻意压制了。今日我入渡劫，天道宠儿，天帝竟是天道宠儿！这一幕绝非什么天道宠儿，似乎是天道发现了能威胁自己的妖孽存在，想要将其灭杀。世间生灵，真有能威胁天道者？为什么天道劫雷竟是无法伤你？这天地之间，无极无心，无极无道，区区劫雷，能奈我何？他是怎么能做到生吞劫雷还不受伤的？天地能生吞劫雷而不死，与实力无关，而是道的压制。说明天地的剑道完全能碾压天道意志。以天资而言，天帝这个天地之位当得。哼，再有天资心性不纯，残忍嗜杀，亦是无用。雷劫还未渡完，竟然就直升渡劫境5重。半步大成又如何？今日我便让你看看何为仙！你这是什么剑？守护之剑。天帝这一剑竟然如此强大，以半步大囊之境战真仙巅峰。既生蓝，何生烟？这剑狂澜竟被天道劫雷劈死。木头，你真的好厉害！叶小友，可曾见过我家剑主？他被天道雷劫劈死了。剑主堂堂真仙巅峰，怎么可能会被天道雷劫劈死？是你杀了我家剑主！请剑皇大人为东剑域做主，恕子而赶。这股气息，难道这就是那位剑皇？能在此刻出现并救下二长老的，只有剑灵一族的剑皇了。剑皇大人，请助我恢复剑心，我不能没有剑心啊！原以为足以拿下这小子，未曾想他这一剑竟隔空击碎了他的剑心，不过是一条走狗。如今剑心破碎，神仙难救，留着这些废种有何用？好强的压迫感！我乃剑北一族的剑皇，剑问天。这
剑问天恐怕至少是一名准帝，少年天帝这下真的陷入死局了。这位小友，我倒是真的小瞧了你，真是后生可畏啊！我也没想到，剑灵一族的剑皇竟然是一名准帝。本剑皇不喜欢多话，所以你必须死。这小子刚才爆发出的力量，绝对远超他自身的境界。是那天道雷劫，天帝之前强行让其附着在了木剑之上，如今吸收了雷劫，竟一举飙升到了仙君五重。仙君五重对阵准帝，依然是天剑，接下来便只能拿命去搏了。木头，别和他拼命，我们逃吧。剑灵一族的禁闭剑主一定会有办法对付这个剑问天。阿雪，剑种距离这里多远？正北方向100里距离。好，阿雪，我们便去这剑种，100里之内，我绝不会败。想逃？本剑皇早已说过，面对准帝，你们毫无机会。剑奇，剑神？难道他仅仅是看了一眼剑狂逃的招式，就领悟了剑神的奥秘？少年天帝唯一活命的机会，就是这剑问天只是靠着天才地宝强行堆上准帝境，是个十足的伪帝。留你不得！是。奇耻大辱！我堂堂准帝追杀区区一名仙君，竟费了这般功夫，小辈，你找死！上当了，这不是剑招。怎么可能？剑之女帝的本命地气灵心剑，怎么会出现在剑灵一族的禁地里？灵心剑为何会以未完成的姿态出现在这里？这并非灵心剑，灵心剑正面刻有灵心剑3个字，这把剑的剑身上空无一字。木头，你怎么样？我无碍。这就是我们剑灵一族的禁地剑种。禁地有特殊禁制，限制剑灵一族的人进入，修为越高，排斥越强。我没有修为，木头，你不是剑灵一族的人，所以不会受阻拦。阿雪，你说的能对付剑问天的方法，到底是什么？木头，只要从剑种之中获得一把绝世好剑，你就一定能战胜他的。阿雪，如今的死局可不是仅仅换一把剑就能改变的。不，那把剑不一样的。木头，你看，就是那把剑。好强的剑意！这把剑似乎还没有铸完。他确实还没有铸完，我的心里总感觉他在呼应着我。直到剑狂澜说出我是无暇剑骨时，我才恍然大悟。木头，无暇剑骨可以洗涤剑心，重塑天赋。不过，还有一件他们都不知道的秘密：祭剑。祭剑？要祭剑，只能是以他活生生的人作为祭品，跳进这火海之中。木头，一直以来我都没有送过你什么礼物，这一次就让我送你一把至强之剑吧。你不许跳！我们发过誓要同生共死。木头，我只是变成这把剑，换一种形式陪在你身边，这不算死呀。木头，我们现在已经别无选择了，不是吗？阿雪，你若是跳下去，你就再也不是我的朋友。木头，我们真的已经没有其他选择了。谁说没有其他选择？阿雪没有修为，绝对冲不破我布下的禁制去寻死。木头，你放开我！木头，你回来！木头，你会死的！
准地又如何？今日我便斩地！天帝竟然想去斩了这准地，当真疯了吗？剑帝，剑爪限制剑灵一族，现在也是如此吗？如今我剑灵一族的剑种并不限制族人，只是身为禁地，不会有剑灵一族的族人踏足。既然现在没有这种限制，这剑种为什么还没人去？剑种既是万剑坟墓，我等自然要对其敬之，又怎可轻易踏足将其惊扰？该死小儿！老匹夫剑问天，过来一战！小子，你找死！如果天帝此时重瞳之力仍在，又何至如此？少年天帝在此时根本就不是剑问天的对手。关键时刻是阿雪祭剑，铸就了那把至强之剑，少年天帝才胜了剑问天。少年天帝现在也是破釜沉舟，背水一战，哪怕是准地，少年天帝怕是也真能将其诛杀。剑种禁地之中，貌似有些古怪。本然精血。差距如此之大，不是少年天帝燃烧本源精血就能抹平的。少年天帝想要破局，一定还是依靠的神兵力量。小子，你这是在自己找死！这是什么剑？小子，那个阿雪和你非亲非故，你拼什么命呢？疯子，这就是一个疯子！剑域。我该怎么逃离这里？不必找，你逃不出这里。在此域中，我即是方位，我即是吉凶。今日我必斩你！无剑胜有剑，剑帝，无剑胜有剑是何意？剑域又是什么？天帝的剑域已经达到了无剑胜有剑的层次，剑域中的一抹尘埃、一丝空气都会化为无形之剑。小子，你找死！无知小儿，我这就告诉你何为准地，何为地境。此战我有不能输的理由，此战我有不能输的理由。我要护心中重要之人。此前你问我这是什么，今次我便告诉这一剑叫做什么。去死！此剑名为守护。我是准地，你怎能杀我？怎么可能？天帝真的斩了准地，以仙君的境界怎能斩之？以仙君之境斩杀准地，不愧是天帝。琉璃剑心，守护之剑，当真是能创造奇迹的力量。少年叶枫和阿雪来到剑灵禁地之后，我头疼的频率貌似越来越高了。
帝便是伪帝，终究上不到台面。最大的危机已解，阿雪后来为什么还不在他身边？难道阿雪真是寿元尽了，才不在天帝身边吗？哼，阿雪日后肯定就是寿元耗尽而死。说到底，终究还是天帝不舍得为其续命。这剑种禁地，怕是真的还有什么古怪之处。阿雪，阿雪，我斩了剑问天，我早就说过，我们还有其他选择。傻木头，以后我们可以永远在一起了。大帝，啧啧，刚才那真是好感人的一幕，好美好的一幕啊！阿雪呢？阿雪呢？他已经被老夫所灭，进入铸剑池之中，化作整个铸剑池的养料。我杀了你！不自量力！雕虫小技！老夫乃剑灵一族的老祖宗，在老夫面前，你没有任何机会。你还我阿雪！还你！当真可笑！刚才那剑骨女娃已经投身铸剑池之中，老夫如何还你？古籍上面依稀记载着无暇剑骨可祭剑一事，没想到竟是真的。老夫本就缺一把地气，这剑骨女娃出现的可真是时候啊！小娃，别白费功夫了，你可知我为什么要等你回来？看到你们之间有那般美好的感情，而老夫最喜欢的就是摧毁这种美好。他是故意等少年天帝回来，让少年天帝亲眼看着阿雪投身铸剑池，消失在他眼前。这个小子有些邪门，好在地剑已经彻底铸成，拿来吧！起！傻木头，剑灵。傻木头，傻木头，有没有被我吓一跳？刚才我差一点就彻底消亡了。但是我要是死了，你怎么对付那个坏老头？所以我努力想要融入这把剑，幸好这把剑也在呼应着我，我很容易就成功了呢，化身成为这把剑的剑灵。木头，能以身铸就一把最强之剑，这是我最有用的时候，你应该为我高兴才对。只是可惜，以后再也不能喝你做的汤，再也不能以人的形态陪伴在你身边了。木头，拿着这把剑，你面对谁都要赢哦。我若是这么死了，木头怎么办？他伤得那么重，怎么可能面对一名大帝？
做到。别忘了，你答应过我不能死的，可别太快来找我，不然我肯定不理你了。阿雪，你那般善良，我不会让你所化之剑沾染肮脏的鲜血。剑来！怎么可能？小娃，你的举动触怒天道，自有天收。真是可笑，少年天帝这真是傻到极点，竟然不用地剑。紫霄劫雷，紫霄劫雷出现，意味着有大帝在渡劫。难怪后世的剑中禁地不再限制剑灵一族，就是被接下来的紫霄劫雷毁去的。今日，我定然要与这个天道争个高下。今日我为先帝，老狗见归尘，前来受死！小娃，你找死！小娃，你莫不是以为拿着这样一把古怪的废剑就能赢了吧？怎么可能？我可是大帝之剑！小娃，你真是老夫这万年以来见过的剑道第一天才。老夫已经有些后悔，没有第一时间就将你杀掉。好在现在的一切还不晚，今日你必死！阿雪，阿雪，你曾说让我拿着这把剑面对谁都要赢，现在我就赢给你看。杀木头，小娃，
既然你想死，那我就彻底成全了你。鬼尘斩天剑！呼风。吓我一跳，这明显不是真正的紫霄雷龙，不过这威力也不可操。幻羽，天地神通！天帝在之前的真龙五劫之中，竟然领悟了天地神通！撒豆成兵，撒豆成兵。这便是你所看不起的万剑之力，小飞剑。不过区区残剑意志，能奈我何？呼风唤雨，撒豆成兵，天帝领悟的天地神通，竟然恐怖如斯！给我破！我倒要看看你还有什么手段能胜老夫！不过只是废剑残剑，有何资格与老夫斗？以为暂不能再开剑狱，我就无力斩你了吗？身为剑修，看不起天下之剑，接下来你会知道天下万剑之主。剑来！此剑名为天下，今日我便以这天下之剑斩你，一剑开天门。以先帝之姿斩杀大地，天地当真恐怖如斯。木头，你真的做到了！就算斩了剑归尘的老狗，阿雪现在依旧只能困在剑里做剑灵。没想到剑归尘竟然还没死，一尊大帝果然不是这么轻易就能陨落的。小娃，无论如何，当初救你之人是剑灵一族的人，今日你却尽灭我剑灵一族顶尖强者，我看你如何还得起这份因果，如何让你的剑心无瑕？况且本帝今日继本帝之帝心帝血，此后万古，本帝后人之祖皆与你不死不休，哪怕杀尽九天十地，必要斩你！我都有些心疼他的后人了，有这样的老祖，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。等等，
难道天帝日后屠戮剑神一族，屠戮的都是这剑归尘的后人？以少年天帝展现出的心性、品行和君子之风，如果不是因为这种原因，他如何会屠戮剑灵一族？剑儿女帝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你快告诉大家，天帝屠戮的肯定不是剑归尘的后裔。剑帝，你在剑灵一族资历那么老，对此应该有了解吧？木头，没关系，你现在就已经这么强了，以后他们肯定更打不过你。大不了就来一个杀一个，来2个杀1双。好，阿雪听你的，倒是我来一个杀一个。真到不得已之时，我会灭掉这剑归尘的一族后人。果然，天帝日后对剑灵一族的屠戮，很可能真是因为此。诸位，你们就能保证其中没有你们的亲人？对了，古时剑灵一族，其中有一域直接人间蒸发，所有剑修尽数消弭，定然是天帝覆灭东剑域的剑姓族泄愤。以后我就在木头你身边，作为地剑伴你左右，帮你报仇。等你大仇得报，就找个喜欢的女孩子，成家生子，快乐的生活下去。今日镇压尔等万年，若尔等中有人能真正领悟到剑道一途，需修力一修心，可提前脱困而出。没杀，竟然只是镇压。少年天帝果然不是嗜杀之人啊！不错，原来当年整个东剑域消失，是因为天帝的镇子诀。木头，你之前所说的还因果是什么意思？你应该只是为了最后弃那个剑归尘吧？阿雪，我们先回剑庄，让万剑归位。好。阿雪，这铸剑池是否还会让你承受烈火焚烧之苦？不会哦，木头，我现在都是剑灵了，铸剑池的火焰甚至还对我有一定的注意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不信我做给你看。看，木头，我没有骗你吧？木头，你做什么？怎么把铸剑池封印了？木头，你放我出去！我之前翻阅剑灵一族的群书，其中记载着有关剑灵的一切，剑心不可与。但若是主动放弃自己的剑心，可将剑心赋予剑灵。如果少年天帝的剑心给了阿雪的话，难道阿雪真的就是日后的剑羽女帝？木头，你不能放弃自己的剑心，我也不许你放弃。阿雪，你可知道，我之前最后对剑归尘那番话言非虚，这份因果我当真还得清。今日我便将自己这琉璃剑心与你，今后再无一人可称你为废人，你将是最耀眼的剑道天骄。今日我既尽灭剑灵一族顶尖强者，来日我便还剑灵一族一位最为耀眼，足以横压剑归尘这剑灵老祖的女帝，如此可足够。得到了剑心之后，阿雪你终将剑灵化人，以崭新的姿态开始生活，也会忘记过往这一切。不过终有一天，阿雪你终究会想起我的，对吗？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一定不会是那样。你会以崭新的姿态生活，到时又有了剑心。以后你就叫剑明女帝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对，灵心剑，这把地剑上没有刻字，它断然不是灵心剑。说好的为你的佩剑起名，以后它
他就要叫灵心剑，待你醒来，他便是你的本命地契。原来灵心剑之上的刻字是这么来的。够了！你不愿被称为剑灵一族废人，我便让你日后有足够的资格统领剑灵一族。这是剑灵一族的剑道修行法门，原来如今我族剑剑竟是天帝编的。我想起来了，我全都想起来了。原来这才是剑种禁地后世不再限制我族的真相。剑种禁地的禁制自始至终就没有被破除，只是不再限制剑灵一族了。本帝恨呐！本帝已参与帝魂咒你，咒你众叛亲离，咒你遭万民龙劫，咒你背负万古骂名。日后你一定会身败名裂。见鬼臣诅咒天地，遭万民误解，我们会不会真的误会了天地？诅咒一说虚无缥缈，即便是大帝诅咒又如何？况且是一个嗜杀的大魔头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是剑种禁地的禁制，少年天帝失去了一身剑道修为，禁地自然将他排斥而出。剑儿女帝，即便天帝过去曾经对你很好，那也是过去的事了。你总不会想让剑灵一族处在整个天下的对立面吧？剑之女帝，你不讲武德！柳倾城，剑场女帝，我不允许你救她出来，当真可笑。如果我偏要救呢？别逼我劈了你的山河图！剑灵女帝，你真要将剑灵一族置于整个天下的对立面？无名，剑灵一族今日起就交给你了，自此剑灵一族再无女帝。女帝大人，这世间唯有女帝大人方有资格统领剑令。帝后，剑人女帝，你不可能救得了天帝。今日我王腾便来阻你。我当年护不了他，难道今日仍旧护不了他吗？今日我必救他。如果大帝巅峰不够，我今日便突破大帝。你这是什么剑？女帝大人的剑道要更进一步。为了救天帝，你竟然临阵突破，不讲道理！给我滚开！不能让他救天帝出来！终于能救那个木头出来了，以后我和他再也不分开。文章耀千古，道德宣乾坤，天下滔滔论，唯吾儒者尊。慕云一，你也敢拦我？剑雾女帝，你欲救天帝出来，便是冒天下之大不韪，我如何不能拦你？况且天帝当日在我儿身上下了噬魂蛊，
险些害了我儿性命，我又怎能让你救他出来？这如门女帝竟是挡住了剑与女帝，这还是第一次看到如门女帝出手。没关系，我身上还有着能恢复断臂的秘药，区区一条手臂根本不算什么。剑帝，你又何必如此呢？剑帝，连你也要出手救天帝？老朽这一身剑道修为来源于天地，若此次不出手，日后如何能让剑心无瑕？无名剑域，何必皇帝出手？就让我3人来领教剑帝高招。我一直自诩正道联盟领袖，结果现在却和邪修纠缠不清，到时候谁还能认我这个正道联盟领袖？停！刚才见女帝为了救哥哥都能临阵突破，我也可以。既然大地巅峰无法突破这震天塔，那我便突破这大地。百年兵竟然破塔了，震天塔毁了。宁贝女帝，你要冷静，天帝是个大魔头，不值得你救啊！你错了，我并不是想要救天帝，我会站在这里，只是因为我生来叛逆。刘清城，白虎啸，我的身体动不了了。妹妹，我回来了。阎罗殿殿主，你的戏该落幕了。皇帝，皇帝是阎罗殿殿主。灭我全村，追杀宁兵，今日判你永世不得超生。哥哥，对不起。过往种种，皆有缘由，我不怪你。违仙七心，诛地蒙尘，是时候让你知道真相。帝后，你可知柳氏是白莲氏后裔，世代镇压幽冥圣海。天帝暗中修炼魔功，勾结圣海之主。3年后，圣海封印必破，柳氏全族都会沦为祭品。一派胡言！陛下心怀天下，绝不可能做出此等叛逆之事。眼下唯一的解法，便是以地血浇灌白莲，重铸血海封印。事成之后，我只废他修为，你2人可归隐山林，安稳度日。你即刻立誓，事成之后，绝不能伤及天帝性命分毫。那
那幽冥识海的变故，还有你勾结邪魔的传言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从未堕入魔道，亦未勾结血海之主。我只是以身化囚笼，将血海永久镇压在自己体内。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在保全族人，挽救苍生，原来我被奸人蒙骗，亲手伤害了你。青瓷，青瓷，再忍一忍，母后一定想办法救你。女帝，噬魂蛊太过霸道，遍寻诸天都无解蛊之法。诸位同道，想必都知晓儒门少主身中噬魂蛊，日日受神魂接手，可怜可叹。王公子见识广博，不知可看出此蛊来历，有没有化解之法？此蛊乃是9天顶尖禁蛊噬魂蛊，而下蛊之人身份更是非同一般。难道是域外魔头所为？非也，种下这噬魂蛊的正是当今天地叶枫。什么？竟是天地所为？我也不愿相信，可天机招式皆指向天地。此蛊的唯一解法，便是等天地叶枫生死道消。为何要天地生死才能解蛊？此蛊以天地本源为也，只要他在世，蛊便永无消散之日。唯有天地陨落，方能自行化解。我本无心牵扯纷争，却不忍见孩童遭此邪蛊。原来我儿是天地所救，我一直以来竟是在恩将仇报。你爹，快运转功法压制离气！长老们已经遍寻灵药，可全都不起作用。女帝走火入魔，太过凶险，寻常仙药根本稳住不住道蛊。如今唯有至宝万年冰心能镇住冰寒离气，修复受损经脉。万年冰心，那是天地叶枫的贴身至宝，怎会轻易借我？王公子前来，莫非有救命之法？我听闻女帝遭劫，心急如焚，便赶往天地宫面见天帝，为女帝求情。你求过天帝了？我告知天帝，万年冰心只需借用一次，救女帝性命后便可归还。可天帝态度冰冷至极，严词拒绝。天帝怎会如此不近人情？至宝难道比一条帝者性命还重要？闻听玄冰女帝走火入魔，带着万年冰星淬炼完毕，即可助她脱困。这和王腾说的完全不一样。天帝他原是要助我的。吾等被奸人蒙蔽心智，愧对苍生，愧对天地，请天帝降下责罚。此番遭人算计，非你们之过，是我执念缠身，未能早些看破阴谋，护你们周全。即日起，3界秩序重整，诸天律法重定，特设巡天圣境，日夜监察，愿者自恕，恶者无刑。